今年这位老人家70岁了，他给老伴递了个验孕棒，老头子看傻眼了，妻子都70岁高龄，怎么可能会有孕？甚至以为老伴糊涂了。第二天，他带着怀疑去了超市，偷偷的又买了好几根验孕棒，回家叫老伴再试一次，结果居然又是阳性。加藤和惠子去了家诊所，B 超结果显示惠子怀孕3个月了。加藤问医生肚子里确定不是肿瘤，医生说自己当医生20年了，从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孕妇，连医生都惊呆了。在回家的路上，妻子拿着 B 超照片，高兴的跟孩子似的，她非常感激上天的恩赐，觉得这个孩子是天赐的礼物。她对丈夫说非要这孩子不可，可加藤心里不太乐意，毕竟老伴已经70岁了，身边人知道肯定会觉得丢人。晚上加藤看到惠子在厕所呕吐，他开始真的担心老伴的身体。医生朋友告诉加藤，35岁以上就算高龄产妇了，何况70岁这样的高龄，如果执意生下来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孩子也可能不健康。加藤因此更想让他打掉孩子，但惠子态度坚定，她真的很喜欢这个宝宝，40年来头一次有了喜讯，她不会放弃的。但加藤心里很现实，觉得病痛比怀孕更可能。惠子在超市工作那天，因为怀孕晕倒了，决定辞职在家好好养胎。朋友们知道后都来看她，惠子拿出 B 超照片，兴奋地跟朋友们分享，她脸上的笑容满是幸福。朋友们却觉得这孩子不能要，觉得孩子将来可能会吃苦。惠子听了也觉得心里沉了沉。那天加藤陪着惠子去了大医院复查，结果是孩子发育得很好，孩子已经快4个月大了，医生也送上了祝福。惠子感动的眼泪流了下来，40年等待，终于有人祝福了。加藤看着 B 超里的小家伙，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医生说任何年龄生孩子都有风险，这是不可避免的，让他们回家好好想想。加藤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感到有些手足无措。第二天，惠子哥哥来访，哥哥说70岁生孩子风险太大，而且他们2位年纪也大了，孩子一生下来，他们还能陪伴多久？还要担心别人会议论。惠子听了也犹豫起来。这时候加藤站了出来，说不管怎样都要这个孩子，他们愿意承担后果。惠子听了非常感动，看着加藤那坚定的眼神，她更坚信了，觉得未来的日子会更好。加藤既然决定了，那就得准备好抚养孩子所需要的一切花费。他开始算起孩子从小到大的开销，计算下来费用竟然高达2500万。他深深叹了口气，自己也60多岁了，感觉压力有点大。吃饭时，惠子提起要他去领育儿手册，加藤一听就火了，他只想要稳定一点，在一个宁静村子里安生养育孩子，他不想太多人插手，也不愿意听到旁人的闲言碎语。但妻子坚持要去，对他而言，育儿手册意味着母亲的身份，他一定要亲自去领。看着妻子坚定的眼神，加藤感到了妻子对母亲角色的渴望。他回想起年轻时妻子对小狗无限的爱护，那时他就梦想成为母亲，但因为健康问题，他们一直没有孩子。现在机会来了，加藤决定要把握，不留遗憾。第二天，他陪妻子去领育儿手册，工作人员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对他们的健康表示关心，并叮嘱加藤要好好照顾妻子。妻子的肚子越来越大，但加藤的健康却走下坡路，夜里他会感到呼吸困难、胸闷，他担心可能是心脏有问题，但为了不让妻子担心，他没告诉他这件事。他们参加了育儿课程，学习如何照顾新生儿。他小心地跟着老师学习，尽管有时会弄错。他们又去做孕期检查，加藤抽空出去抽了根烟，碰巧遇到了以前的老板。他跟老板分享了怀孕的喜讯，本以为老板会取笑他，老板却真心祝福他。回到检查室，发现妻子已被一群人围住。医生让加藤听到了宝宝的心跳，看着 B 超屏幕上的小生命，两人都忍不住喜极而泣。想着即将到来的宝宝，加藤决定去做个全面体检。他在体检中感到不安，心里担忧自己若是生病，将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他宁可不治病，也不愿意让孩子缺少抚养费。他渴望能亲眼看着孩子长大，还梦想能和孩子度过每一个童年的时刻。他想看着孩子一点一点成长，甚至憧憬着孩子将来结婚成家。正在他乱思乱想时，体检的结果终于出来了。结果显示他只是轻微的炎症，长期抽烟造成了他的气短和胸闷。医生给了他药，让他回家治疗。在回家的路上，他路过医院的新生儿区，看到周围的婴儿，心里感到暖洋洋的。孩子们的笑声让他心情大好。他在心里默默做了个决定，一回到家，他就让妻子把所有烟具丢掉，决定要戒掉多年的烟瘾。他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才能陪伴孩子成长。随后他和妻子一起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宝宝非常健康，他们夫妇俩都非常开心。そうか、早く出たいのか。但医生建议妻子最好剖腹产，如果坚持顺产，对于年纪如此大的妻子来说，可能会有高血压的风险，引发心脏疾病，甚至可能威胁到生命安全。听完医生的建议，妻子有些沮丧。她很想完整体验做母亲的过程，从怀孕到分娩，
看到妻子失落的神情，医生给出了另一个建议，让丈夫陪在妻子身边，两人一起迎接孩子的到来。妻子听了之后终于笑了，因为她知道丈夫虽不能帮自己生产，但有丈夫陪在身边，自己会很有安全感。回家途中，丈夫看起来有点紧张，但他还是温柔地为妻子按摩着脚。妻子有些担心，她怕生不出健康的宝宝。加藤安慰她不要乱想，一切都会好的。1个月后，今天是惠子过生日，他们夫妻一起外出吃饭庆祝。加藤问为啥不去豪华点的餐厅，妻子觉得那样太浪费了。说完，她送给丈夫一块贵重的手表。妻子一向节省，但对心爱的人从不吝惜。丈夫也有个礼物给妻子，是条孕妇用的腰带，现在送可能有点晚，但这显示了加藤的用心。他们决定给孩子取名未来，是因为命运的恩赐，让他们在晚年得到了这个孩子。这孩子代表着他们的未来，有了孩子，他们觉得人生才真正开始。丈夫此刻回想起40年前的求婚夜，那晚他勇敢地向惠子求婚。日子一天天过去，到了预产期的前夕，惠子让加藤准备相机，她想拍照留作纪念。加藤面对妻子却说不出口，便找借口让丈夫出去一下。惠子录这视频是给未出生的宝宝看的，她担心自己可能手术有危险，想让孩子将来看到视频能知道母亲的面容。惠子越说越感动，流下了泪水。私は他のお母さんよりあなたのそばにいる時間がとても短いと思うから、それでもあなたに捧げる愛は絶対に。丈夫回来时听到了这一切，惠子见丈夫回来有点不好意思，但丈夫表示他很幸运能遇见惠子，并且感激她给了他一个可爱的宝宝。这时惠子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她发现羊水破了，宝宝要出生了。丈夫急忙准备去医院，他把妻子带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告诉他们，作为高龄产妇，妻子的情况被判定为早产，需要马上做剖腹产手术。加藤的眼神里露出了忧虑，他担心妻子生产中可能会有危险，毕竟妻子已经70岁了。但想到很快就要成为爸爸，他坚定地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这时妻子被推进手术室，她紧紧握住了丈夫的手，看着妻子期待的眼神，加藤顿时又犹豫起来。妻子被独自一人推进了手术室，她躺在手术台上显得有些迷茫，但仍然希望医生能等一等丈夫。这时加藤独自一人跑到了阳台上，他不敢看妻子的痛苦。这时他的老朋友走了过来，ただそばにいてやってさ、手握っててやって、それだけでいいんじゃないのか。经过一番心理挣扎，加藤终于鼓起勇气走到了妻子的身边。当妻子看到丈夫时，她的眼中充满了希望，和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她闭上双眼，等待孩子的到来。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出生了，长久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们无视了所有的闲话，克服了心中的恐惧，成了父母。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手术后的第4天，妻子已经能够下床走动，护士把宝宝带了进来，提醒他们要定时喂养。但因为年纪的关系，妻子已经没有了母乳，孩子只能靠奶粉来成长。妻子感到了一丝自责和愧疚。丈夫安慰她说，喝奶粉长大的孩子也会很健康，他有信心成为一个好父亲，一个好丈夫，相信自家3口之家会幸福美满。很快宝宝和妈妈出院的日子到了，惠子一回到家就看到丈夫已经打扫得一尘不染，还为宝宝准备了一个温馨的小床。她此刻感到幸福洋溢。他们小心地给宝宝换尿布，给宝宝洗澡澡，连冲调奶粉的时间都要记下来，即便是深夜也得每隔3小时喂宝宝喝奶。虽然都70多岁了，可精神头依旧十足，光阴似箭。转眼宝宝快满月了，丈夫一回家发现妻子躺着一动也不动，他慢慢地走过去，紧张地伸出手指摸摸妻子的脖子，检查她的脉搏。生きてるわよ。あ、ごめん。妻子嘱咐他别老是那么紧张，那样不太好。自从妻子和孩子回家以来，他一直宅在家里照顾宝宝，一步也没出门，这让他和其他新妈妈一样，有时会情绪波动，经常对丈夫发脾气。她责备丈夫衣服和袜子不能一起洗，还告诉他日用品各有其用。加藤也在努力学习，但是孩子的奶瓶上还是经常有污渍。那天凌晨，妻子抱着宝宝喂奶，加藤看得心疼，他想帮忙分担点家务，却不小心弄得一团糟，这让本就委屈的妻子一下子爆发了。他被妻子赶出了卧室，一个人走在路上，男人心里才真切地感觉到养育一个孩子确实不易。回想起妻子没怀孕前工作忙碌，还要照顾家庭，孩子一出生自己却是手忙脚乱，根本帮不上什么忙。回家看到妻子默默落泪，他建议妻子出门走走，把孩子交给他来照看。妻子虽然还是担心，
但也确实好久没外出了。他外出买了杯咖啡，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感受着夕阳的温柔，心情顿时舒缓了不少。他决定重新出发，去细细体会生活中的小幸福。回家后变得更加温柔，两人消除了心结，共同享受美好的生活晚年。女儿一天天长大，育儿服务的工作人员来家访，发现他们照顾宝宝的很好。工作人员仔细记录了一切，他主动提出帮忙剪宝宝的指甲，因为夫妻俩年纪大了，视力也不如从前，担心剪伤宝宝，所以一直没敢剪。工作人员也被他们的细心触动，不知不觉宝宝已经2个月大了。他们带着孩子去了公园，偶遇邻居奶奶带孙子玩，孙子不慎跌倒，奶奶立刻上前抚慰。这时孩子妈妈赶到，她已经怀了第2胎，一边责备奶奶，一边挺着大肚子，不满婆婆照顾孩子不周，让奶奶别再干涉自己的事。婆婆无奈地离开了。惠子在旁边看着这一切，这位准妈妈有人帮着看孩子，想到自己岁数大了，所有事都得自己亲力亲为，心里不免有些羡慕。她便走上前去劝解那位年轻妈妈，两人一聊就像老朋友。这时候那位孕妇的老公也到了，他向加藤汇报自己为了孕期早就戒了烟。年轻父亲看着这对老夫妇感到很是心酸，原来他们的故事很多人都在关注，有这么多人在默默支持他们。夫妇俩很快就和邻居成了好友。宝宝4个月大的时候，他因为劳累过度突然倒下了，毕竟都70岁高龄了，能生下孩子已经是奇迹。丈夫急忙送她去了医院，热心的邻居们听说了也来帮忙，他们说能帮忙照看宝宝。果然邻居比远亲还要靠得住，经过医生紧急救治，暂时性的摆脱了生命危险。但惠子的情况还是挺严峻的，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告诉加藤，妻子是因为肺部感染导致了败血症，老年人一旦免疫力下降，败血症就容易发作。可是妻子太过劳累，导致免疫力降低，而一旦抵抗力不足，病菌就容易入侵，然后病情加重。加藤感到手足无措，想到家里还有小宝宝需要照顾，另一边妻子还在昏迷中，65岁的他不知如何是好。加藤来到了病房，这时妻子终于苏醒了，他睁眼的第一句话是即便是躺在病床上，他仍然不关心自己身体，而是不停地向加藤道歉，说自己身体真是越来越不行了。加藤这才恍然大悟，看来妻子已经累到了极点，自己竟然没能早点发现，真的很自责。晚上加藤匆匆回到家，从此他要一个人带孩子了，把孩子从邻居家接回来，忙着准备奶粉抱孩子，甚至上厕所都得带上宝宝。天还没亮就被孩子的哭声叫醒，精疲力尽的起来冲奶，一个人忙得手忙脚乱，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终于把孩子哄睡了。加藤想简单吃点东西，打开锅盖却是空空如也。那一刻他特别无助，想到妻子在时家里总是井井有条，现在由自己来弄得一团糟，加藤更想念妻子了。当他一个人面对这一切时，才深刻体会到带孩子的艰辛。下午准备带孩子去医院看他时，妻子的侄女突然来访，他听他爸爸说他姑姑住院了，他来看望一下姑姑。加藤便把孩子交给他暂时照看，侄女也很细心，看到侄女照顾孩子很好，加藤就安心去医院了。看着妻子安稳的睡着，加藤开始反思自己，他对不起惠子，以为自己做得够好，却没意识到帮忙和亲自带孩子完全是2回事，那种责任和紧张是根本无法相比的。这才意识到妻子一直很有压力。这天侄女也来医院看望姑姑，她说自己很喜欢小孩，这次主要是想看看孩子。她婚后这些年一直没能怀孕，看到宝宝特别可爱，这更让她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加藤因为连日的疲惫，在妻子病床旁睡着了，妻子紧握着加藤的手，半梦半醒之间，她也感到了丈夫的伟大。回家以后，社区的护理人员也来帮忙照看小宝宝，这让加藤感到很安慰。很多社区居民都知道了他们夫妇的情况，邻居们还送来了精心准备的晚餐，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孩子也带来了。看着这些天里安静的家变得热闹起来，大家谈笑风生，畅饮欢笑。加藤突然感受到一股温暖，他露出了好久没见的笑容。看到这么多人这样关心他们，加藤感到非常受鼓舞。终于到了妻子出院的日子，惠子紧紧抱着久别的小宝宝，眼中含着泪水。她太想念她的女儿了，无论岁月如何流逝，母爱始终如一。此刻她不愿意和宝宝分开，哪怕1秒钟，这让夫妇俩对未来的生活更加充满信心。时间飞逝，转眼间小未来已经1岁半，她不仅仅是可爱，还进入了幼儿的叛逆期，对于很多事情都有了自己的看法，有时候会顶撞父母，这让这对老夫妻感到有些头疼。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开销也在不断增加，这让他们不得不考虑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他们才能放心去工作。他们带着小未来去了幼儿园，其他的家长都相当年轻，这让这对老人感到有些不安，但他们还是尽力去融入他们。老师简短地介绍了幼儿园的日常生活，小未来不得不和爸妈分开，
许多小孩都在哭着要跟父母回家，小未来也不例外。即便父母心里不舍，但还是硬着心肠离开了。为了养育小宝宝，加藤找了个清洁的活儿，但是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心神不宁，老是看着手表，心里想的都是女儿吃没吃好，会不会跟别的孩子吵架。惠子也是坐不住，在屋里踱来踱去，整理一下这个角落。抬眼一看，才过了一会儿，时间真是慢得像蜗牛。最后还是忍不住跑到幼儿园，偷偷地从窗户往里瞧。老师把他带到了教室门口，看到女儿自己会吃饭了，他既激动又安心。终于等到放学时间，他们赶紧去接女儿。可第二天，女儿怎么也不愿意去幼儿园，最后父母好说歹说送她过去。放学时去接她，发现女儿脸上有划痕，问过之后才知道女儿打了别的孩子。在家里，女儿也经常偷偷在背后打妈妈。加藤看后叫女儿打自己，还说打得越狠越好。打了一会儿，女儿突然就停下手。叩くのやめようね。她好像心疼爸爸了，似乎也明白了爸爸的意思，紧紧抱住了爸爸。那一刻，女儿仿佛长大了些。就这样又是2年，女儿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但幼儿园竞争很大，能不能上看孩子能力，还得看家里经济条件。那天老两口带女儿去幼儿园面试，园长问女儿会不会自己上厕所，妻子只好无奈地说现在还没学会。园长说这通常不好录取。就在夫妇俩不抱希望的时候，园长突然宣布小女儿特批通过了。他们的坚持感动了园长，也确信他们非常用心地培养孩子，这让夫妇俩感动得连声道谢。小女儿也没让他们失望。那天晚上她自己去了洗手间，这让爸妈都吃了一惊。他们既惊讶又感动，原来为了孩子能自己上厕所，他们把洗手间打扫得很漂亮，真是太用心了。看着女儿一点点长大，他们乐得合不拢嘴。时间飞快，半年就这样过去了。今天是加藤的生日，可爱的女儿给他准备了蛋糕，一家人唱着生日歌，他祈祷爸爸长寿，也希望爸爸能一直在他身边。他们在幼儿园门口合影留念，要是时间能永远停在这美好时刻该多好，要是女儿能一直这么快乐成长就好了，要是能一直陪伴在女儿身边就好了。但生活总有那么多不尽如意，心酸和不幸常常伴随着他们。加藤最近总在半夜醒来，尽管他很累，但仍然细心地给女儿准备午餐。等把妻女送出门后，加藤接了个电话，从他表情看出肯定没什么好消息。妻子回家看到桌上留了张字条，觉得莫名其妙，直到很晚加藤才回家。第二天早晨又催他吃饭，加藤找借口说不吃了，这让妻子觉得有些不对劲。最近加藤每天都出去很晚才回，打电话还关机，这让妻子开始怀疑他有外遇了。凌晨妻子醒来发现老公还没回家，加藤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发呆。妻子心里猜想，会不会加藤欠了高利贷，或者是他外面有了其他女人。这时加藤向妻子露出了微笑，然后向他表示了歉意。原来他去医院做了一些检查，这是他不吃东西的原因。面对妻子一连串的问题，他才给出了答案。俺は癌らしい。结果让妻子泪流满面。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40年，他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女儿还很小，怎样面对之后的日子，他感到无法独自面对。他们一起去了医院，医生说幸好发现得早，只要进行胃部的大部分切除，如果手术成功，有超过50%的机会存活10年以上。这个消息让他们稍感欣慰。回家后，加藤查看了家里的存款，开始计算女儿将来的开销。治疗将需要大量费用，他不愿意最终一无所有。妻子坚持让他不要放弃希望。女儿固然重要，但在妻子心中，丈夫的生命更加珍贵。加藤望着妻子，心中仍然很犹豫。这天，妻子带女儿去幼儿园，但是路上女儿坚决不愿前进，终于还是把女儿送到了幼儿园。可是到了午休时间，有小朋友叫她骗子，说她奶奶不可能生小孩，还把她做的泥球踩坏了，这让女儿感到非常伤心和无助。一回家就抱着爸爸哭泣，她把在学校的遭遇告诉了加藤。这时加藤给女儿播放了妈妈怀孕时的录像，全家人聚在电视机前，女儿认真地听妈妈讲话，虽然年幼，但似乎也懂了。妈妈对女儿说，将来还会有人说同样的话，但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有信心就好。加藤决心要开始治疗，他想多陪伴女儿一些时间。女儿也重新满怀信心地回到幼儿园。这一次，他面对那些伤害他的孩子，女儿不再沉默，她勇敢地反击了。加藤也带着信心迎战疾病，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癌细胞没扩散。他醒来后第一件事是想拍全家福，纪念自己战胜病魔归来。这一天，妻子的哥哥突然来访，但他不是来探望加藤的，原来他是来看他的侄女，曾照顾过侄女几天，对这个小女孩很是喜爱。哥哥的女儿婚后一直未能怀孕，找了许多医生都无法解决。看到加藤住院，妻子身体欠佳，他想把侄女接过来当自己女儿，想让侄女过继给自己的女儿。妻子从未见过这样无耻的哥哥，
其实哥哥的女儿还不知道这件事，全是哥哥自己的决定。平时温柔的妻子此刻怒火中烧，他让哥哥立刻离开，今后不要再来打扰他们。妻子态度坚决，哥哥只得收拾起来准备离开。几天后，惠子带女儿去医院看望加藤，女儿一进门就兴奋地跳起舞来，这让加藤非常开心。看来加藤恢复得很好，因为好几天没吃东西，以前吃着美味的食物，现在这些食物变成了最美味的佳肴。母女俩回家的路上，女儿看到一个和爸爸很像的人，她挣脱妈妈的手跑了过去，妈妈没能追上，结果摔倒在地。突然一辆货车呼啸而过，幸好没出事，只是一场惊吓。这场景让惠子吓得不轻，她想站起来去找女儿，但发现自己动弹不了。第二天，加藤不顾身体状况赶到了医院，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妻子，他非常心疼。医生告诉他，妻子需要立刻手术，妻子腿部骨折，膝盖骨完全裂了，需要用钢钉来固定。妻子已经忍痛一整晚了，现在只能住院接受紧急治疗。但现在夫妻俩都在医院，女儿将来怎么办？妻子考虑将女儿托付给护理人员，护理人员担心女儿在托儿所不适应，所以只好先寄养在其他家庭。加藤听后非常生气，他想立刻出院，自己来照顾女儿，但医生提醒他目前只能喝米汤，不能吃其他东西，只能依靠营养液为生，他怎么可能照顾女儿呢？这时妻子深感自责，她感到的不仅是身体的疼痛，还有内心的脆弱。无奈之下，加藤只得采纳护理人员的建议，他必须亲自向女儿解释情况。他承诺会尽快让女儿回家，女儿乖乖地答应了，但他还是紧紧抱住了爸爸。女儿明白这背后的含义。女儿离开后，加藤翻看她的照片，那一刻他心如刀绞。第二天去了幼儿园，女儿也失去了往常的笑容，她很自觉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世界上最残酷的或许就是不得不快速成长。她特别想念父母，很想回到那个充满爱的家。那天她终于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但她还是强作镇定。就这样1周慢慢过去了，加藤的身体状况终于开始好转。他兴奋地去医院看望刚动完手术的妻子，但发现妻子情绪低落，妻子对治疗也不太配合，妻子对自己感到非常失望，觉得自己就是个无能的人，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看到妻子已经没有照顾女儿的信心，加藤决心立即出院，直接去幼儿园找女儿。经过这么多天，小未来看到爸爸超级激动，他把学校里的点点滴滴都告诉爸爸，开心地跳来跳去。但加藤并没有打算马上带女儿回家，小未来突然感到很失落。那个晚上，小家伙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家人明明在同一个城市，却感觉像是隔着千山万水，明明很近，为什么却不能天天相见？妻子考虑是否要放弃照顾女儿，加藤也在犹豫不决。女儿心里想，爸妈是不是不要我了？早上6点，加藤还是習慣性的起床准備早餐，望着空荡的家，他心里百感交集，感觉五味杂陈。他出門去找老朋友。あんたどこ世界一幸せな家族ちゃうの？朋友的话让他恍然大悟，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梦，他必须帮助妻子重新振作起来。他决定把妻子接回家，可是家里虽然还是那个家，却不知怎的多了丝丝寂寥。他们都老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妻子依然决定把女儿托付给侄女。加藤曾相信生活像童话，醒来后一切似乎都结束了。就算今年才30岁，能确保女儿永远安全吗？这番话让妻子开始犹豫。门铃突然响起，女儿立刻扑进妈妈的怀里。70岁生第一个孩子是一部温暖人心的剧，它展示了生活的多样性以及晚年亲子关系的美好。这部剧会让你重新思考年龄的界限，以及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角色和意义。通过平实的文字和深刻的情感，成功地升华了生命的主题。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由年龄决定的吗？看似平静的生活下，是每个人心中的波澜。父亲的坚持，母亲的温柔，孩子的纯真，他们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对话，都在无声地诉说着生命的意义。而岁月是把不停转动的钥匙，它解锁了我们心中的温情与勇气。70岁生第一个孩子，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年龄的故事，它是对生活深刻理解的颂歌，是对家族羁绊的深情讴歌。你会发现，无论年岁如何增长，生命的奇迹和家庭的爱永远值得期待和珍视。故事结束了，生活还在继续，让我们带着这份感动走进自己的生活，珍惜每一个不可思议的瞬间吧。